荐大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因为有点严重了，特别是香港，重症的还是挺多的，而且还死了20多个，还是挺严重的。我最近都没有去。我前段时间也有点嗓子疼，还有点低烧，大概率的话是中招了。像我这种脆皮体质，真的是没有哪一次是躲得过的。还好症状都不是很严重的那种，都是比较轻的。我就觉得到了后期那个喉咙有痰，真的是特别难受。有些人是咳嗽的很严重，我咳嗽还好。这次新冠真的太恐怖了，我刚刚竟然流了血鼻涕，我刚刚就打了一个喷嚏，然后我的鼻子就开始流血，我一擦鼻涕，我低头一看，哇靠，鲜红的血，太恐怖了，把我吓得不行的，千万不要得上新冠啊，这次真的特别严重。两大之间能不能谈好？不会谈好的，一定是反反复复，最后彻底决裂。因为根本不是关税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都不说，都假装是关税问题。作为河南人，我们一定不能给我们河南抹黑啊！最近我们200多名的干部出去助农，3天时间插秧了2亩地，花费了49万。但是官方呢又出来辟谣，可能没有花那么多，仅有几万而已几万而已，插秧2亩毕竟是助农嘛，对不对？必须给我们的领导点赞，这个事我们心里面要平衡一下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种个地，1亩地的小麦、玉米，每年的年产量，玉米800斤到1000斤，小麦800斤到1000斤，按照1块多钱1斤的话，可能1亩地就是2000块钱左右。那这几万块钱2亩的秧苗，真的是好样的，给我们的干部们点赞。都说现在邮政已经开始卖烟了，之前都是在网上说，今天走到我们这个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这边这个邮政所看一下，因为今天发现这边真的是卖烟了，烟草零售点，看看里面有没有，因为还没开门看不到，可能是真的是开始卖烟了。看到了，里面摆的一些低端的口粮。不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烟草零售户是利还是弊，大家可以过来评论一下。我因为被公司劝退，公司没有给我发上个月的工资，现在是5点50分，还有10分钟，距离财务下班只有10分钟了。我同事跟我讲的是他2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发了，我还在想公司发工资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说等到5点半的时候看一下我的工资到账没有。直到现在是下午的5点50分，我上个月的工资仍然没有到账。我刚才问了一下我的领导，我说为什么没有给我发工资，他说让我把我发的某书的平台的帖子给屏蔽掉，否则会影响他们618期间的活动推广。我说我早就已经屏蔽了。我问他，我说是不是因为我曝光了公司人事职场的一些问题，所以才不给我发工资？他给我的回答应该不是，但是我这个领导人还是比较好的，他去帮我核实一下跟财务那边为什么我的工资没有发，具体发没发我们来等一下6点之后的情况。太离谱了。出去面试的时候被那个面试官给羞辱了，但是我狠狠地反击回去了。我到今天想到了，我还是觉得我很厉害，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去一家公司面试一个比较基础的岗位吧，然后一面是一个小女生面我的，她面完我之后就让她的领导来面试我了，但是领导是一个中年男人。他进来之后，他把我简历翻一翻，然后他就往椅子上一靠，说你知道吗，刚刚面试你的那个女生比你小很多岁的，你现在还在面试，你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原因呀？然后我听完他说的这个话，我就知道这工作我不要了，我也往那个椅子上一靠，我就说，比尔盖茨27岁的时候就是微软的 CEO 了，应该差不多30多岁的时候就变成首富了吧，世界首富，对。然后我就盯着他从上扫了一眼，我说你看起来差不多40多了吧，咋还在面试我呀？你觉得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呀？然后他当时就抓着那个简历，然后就已经气到不行了。我就一直陷在这种我未婚、我有事业、有别墅的情况下，他们怪你没有生小孩，谁都不如。然后当你
连续2年生了小孩，儿女双全之后，又怪你事业上没有努力。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懂这种感受，我真的说不出来心里面的委屈。我不知道一个女人也要怎么去做才能正正常常的去生活。我不想卷，我会自己去奋斗，当我准备好了，我会去生孩子，但是我连陪伴孩子的时间都不能有嘛。说实话，我生完孩子以后，我真的很想陪着孩子。事业有那么好奋斗吗？我真的很累很无助，所以我选择换一个城市，把孩子也带过来。你知道吗？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21世纪了。我操，我他妈用198块钱才有60G 的流量，你不觉得他妈的现在好像是到了原始社会吗？如果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意识是这么教的，我今天才查，我才知道原来我花了198块钱才60个G 的流量，多丢人呐！是吧？您觉得丢不丢人嘛？我就觉得我是个纯傻逼，是他妈一头猪。带给你不便，是非常抱歉。如果是这样子，你可以看看要不要稍微更改一下套餐呢？因为你直接给我升级成120G 就行了嘛。我看看能不能改成120G，那个你稍等一下。你哪怕更改成1万个G，你又能怎么样？中国移动又能够怎么样？流量很贵吗？不就是一个铁塔伫立在这个山头，释放能量释放流量吗？不就这个道理吗？非得要把这个整成一个他妈垄断行为，让人觉得你很恶心。我觉得中国移动真的是让人很愤怒。但你那个套餐应该是从低改过去的，所以如果你是从198改不了那个120G，但是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多6个月那个优惠活动，就有100G 的活动，没有120。今天是我进场的第一天，然后上午是培训，到2点多钟才把我们带到工作岗位上。然后这一天下来，虽然没干啥，但也挺累的。可能主要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累吧。说实话，就是到车间之后，这个落差感还是有的。我也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就如果姐妹们之前没有在厂子里、车间里待过，如果你找工作找这种，一定要谨慎一些。难搞哦，今年南宁真的是走了好多人的，少了10几万人肯定是有的。原来很热闹的城中村啊，原来很热闹的，现在都没什么人了，少了很多人了，真的是搞不清楚这些人到底都去哪里了。那城中村的特色啊，铁门，鞋子堆在门口，这个我就不说他们了，反正大家看好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这个单间不是，这是1房1厅，刚退出来的，厅还是蛮宽的。这个厅可以放得下很多东西，卫生间、厨房在这边。然后像这种房子呢，以前根本就不愁租的，空出来不到3天就会租出去了。现在呢，
现在呢，哎，现在都不见什么租客来找房子，真的不懂，搞不清楚明年南宁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人多一点？哎，做房东的就是这么操心的，操心没用啊，怎么样都怎么样吧，就是这种一房一厅，有人爱吗？虽然哭这件事情很尴尬，咱面对镜头也不会说话，但是还是很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然后还是处于备考编制的状态，但是这个就是他现在招的实在是太少了。我们临沂地区一共就招4个我这个学科的，4个，整个市招4个，加上职业学校的应该是还有2个。现在真的是毕业即失业，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要上师范，就是人的一整个青春打进去学师范，毕业发现找个工作都非常困难，连当个老师都当不了。那多少师范生毕业之后就是没有工作，啥也干不了。现在国家又对于老师的需求好像真的是没有需求了，一年招这几个，一个手都能数过来，我们怎么考？我感觉就是考不上，不是根本就跟付出的努力没有关系。这就是看命，我觉得就是看命里带不带编。就我们艺考生其实比正常的文化课生，感觉这一生各方面都要更累一些。从学习上吧，精神要疲惫，又要学专业，又要学文化课，虽然要求会稍微低一些，后各方面的付出也要大一些。就是我现在毕业之后，就会有一种不想再花父母钱的感觉。我觉得都这么大了，都20多了，还自己养不起自己，真丢人呀！这个上学的时候，就艺考时候吧，上一节课1000多块钱上半个来小时，但是毕了业之后，假如说我们去代课，这很少很少。甚至我大学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有朋友们有钢琴专业的，有那种陪练，1个小时好像才几十块钱，就是和我们的付出，也不是说付出，就是毫不成正比，就是一点都哪辈子能赚回来父母在我们身上投资的。我刚才就是那会儿背书，然后突然我就崩溃，我就不想背了，背不进去，背着背着就要哭，就觉得怎么什么都不会了，学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也不会了，脑子里一点也记不住了。就直接就崩了。真的这几年爸妈朋友家或者说是我认识的弟弟妹妹想学音乐或者走艺术这条路，我全部都在劝退。学音乐吧，感觉出路就很浅，你学了能干嘛呀？有几个像单依纯这么优秀的？我现在就超级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去学一门技术。高考之前我爸爸是想让我学那个上那种技校里的3+4，学那个汽修，但是我那时候对汽修的认知就是钻车帝，就是修车，我就不想学。我觉得哪个女孩是不是穿着那工装天拿个扳手趴车底下修车？觉得现在就不如上一个技术学校学门技术。我学个厨师我还能炒个菜，学个汽修还能修个车洗个车呢。就是人家那时候还包分配工作，我们这是什么？这上完学还得考，然后人家就会说，因为我读的这个师范学校在我们山东省有一个称号叫做考研神校，好像读了这个大学就必须得考研一样。有多少人问我啊，问我你是哪毕业的？然后我回答了之后说啊，你没上个研究生吗？就是必须得考嘛，考完研究生又能怎样？又得考编制，又得工作上竞争并不少很多。在我大4的那一年，我在工作和考研当中选择了备考工作。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花3年时间读个研究生啊，毕业之后我还是得考工作，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对人才引进有这个认知。我觉得我3年时间那我不如备考工作了，是不是？然后这都毕业第2年了，都还没考上。第1年是裸考的，当时上学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生规划，也没有那么卷，我们那一届，然后就裸考的，裸考差一点点。然后去年学了4-5个月，然后报了个班儿，然后就感觉咋回事，就差1名，差0.5分，就也很可惜，真的怪自己。好嘛，今年咱鼓足了劲儿，早早的开始备考，
他跟我说就招那一个，报的那个岗位就招一个，考个屁呀！报完了才发现，我都报完了，我都那都提交都交完费了现在。然后最近刷题才发现，我报的那个跟我学的根本就不一样，就感觉虽然家里也没有给什么压力，但是自己压力超级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是自己把自己给压死的。就是大家可能对自己孩子都是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种感觉，肯定都希望自己孩子好。然后因为我爸妈都算是在体制内那种嘛，在山东吧，可能就这样，他们就希望我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小女孩这一生也挺好的。然后当个老师有寒暑假，然后想旅游了或者周末想去哪都可以，比较自由一点。主要是觉得安稳嘛，也没有那么累，每天的工作时长也不多，而且音乐老师这个行业也不累。我确实从我大学受支教，或者说是毕业之后去学校代课，我也很喜欢这份职业。但是就很奇怪，我觉得我不比别人差，我努力付出也不比别人少，但是就是很难啊，就是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我现在报机构，从简章出的那一刻起，其实今年大家学的人就本来就很少了，就是因为都提前知道会缩编，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夸张。就现在国家还有那延迟退休的政策，我就觉得我爸这个老教师，他到时候他一个老头，他还要开车去上班，真的很搞笑。到时候眼睛也看不清了，可能也不至于吧，60多岁。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他们肯定就是没有我们这种年轻人，或者没有他们年轻时候教学那股干劲儿。那为什么年轻的人就上不去？都快哭晕过去了。现在就很羡慕有工作的大家，就是你有稳定的工作才可以开启你人生的下一步。你像我现在什么都不稳定，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哭的次数超级多。我晚上我睡不着时候我就哭了，我就崩溃了，我也不好意思给家里说。老公他憋我。哎呦，人家狗多可爱，跟狗计较什么？你干嘛呀？你是看人家漂亮吧？哎，没有，你不要瞎说，人没你漂亮，好吧？怎么了？怎么了？你还想上人家车当狗还是当舔狗啊？哦，你不要瞎说，好吧？人车帅，人又可爱，对不对？哎呦，人又可爱，人又可爱，你看到了是吧？哎呦，宝宝，你跟他过去吧你。你这狗有意思吗？我想当他舔狗，你去呀。你有意思吗？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讲清楚，你就想当舔狗，你去啊？没有什么意思啊？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你去死吧你！你去啊！你跟他过吧。